冬日的清晨，老王端起一碗热乎乎的苹果汤，满屋子飘散着水果的香甜。由于胃寒，他很少啃凉飕飕的生水果，总爱把水果煮热了再吃。邻居不禁好奇，水果煮熟了还有营养吗？老王笑而不语，身体却因这碗水果汤暖和了起来。煮过的水果胜过药，难道我们一直都傻傻的生吃水果吗？这个听起来让人震惊的说法，乍一听庞佛在颠覆我们对水果的认知。水果不是应该生吃才能保留维生素，才能健康养生吗？可是民间又有一种说法，说把水果煮一煮，营养会翻倍，效果甚至强过补药，真有这么神奇吗？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一起走进水果的新吃法，一探究竟。其实熟吃水果并不是什么稀奇的怪招，从古至今，人们早有在餐桌上加热水果的传统。冬天咳嗽时，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冰糖炖梨，盛夏消暑来，一杯熬煮的杏梨汁，甚至在饭桌上用菠萝入菜、木瓜炖汤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古人的智慧或许早已察觉这个道理，加热过的水果在某些情况下比生吃更有益。现代科学也开始发现，煮熟水果后，其中的营养成分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首先，加热能降低水果的硬度，软化其中的纤维，果肉变得松软多汁，肠胃负担减轻，更容易咀嚼和消化。对于那些消化功能较弱的人而言，这意味着水果里的营养能更充分地被吸收利用。简单来说，加热提高了水果的消化吸收率，让营养更容易进入身体。其次，温度的改变还会影响水果里的天然植物成分，有些抗氧化物质在加热后不减反增。例如，番茄煮熟后，茄红素的含量和活性都大幅提高，保护心血管和抗癌的效果更明显。再比如苹果中的多酚，本来牢牢结合在细胞壁中，不易被我们吸收，但经过煮沸这样的加热步骤，细胞壁被破坏，多酚释放出来，抗氧化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也就是说，水果中的某些抗氧化物质在高温下发生了有力的转化，营养价值反而提升了。第三，水果自身带有的酵素，也就是酶，在高温下被破坏、钝化。别小看这些酵素，它们原本是水果成熟和自我分解的功臣，可一旦水果被摘下切开，酵素继续作用，反而会使水果营养流失，变色变质。例如，我们切开苹果放一会儿就会变褐色，那就是酵素在氧气下让苹果中的物质氧化了。现在我们把苹果稍微煮一下，这些酵素就乖乖失去作用，营养也不容易被破坏。此外，加热还能杀灭水果表面的细菌，对于肠胃敏感或抵抗力弱的人是更安全的吃法。综合这些作用来看，煮熟的水果在某些方面的确比生吃更胜一筹。它保留了大部分营养，又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获取这些营养，好处庞佛悄悄翻了倍。那么，究竟哪些水果熟吃后能让营养翻倍，效果更好呢？下面就让我们盘点6种这样的水果，看看它们在煮熟之后有何特别之处。先从苹果开始吧。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谚语大家都听过。其实不光是生吃，苹果煮熟了照样是健康明星，而且对某些人群来说，熟苹果更是效果加倍的天然补品。苹果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生吃时这些物质能促进肠道蠕动，但对肠胃虚弱的人可能有点刺激。把苹果蒸一蒸，煮一煮，果胶会溶解出来，形成一种柔和的凝胶，进入肠道后能吸附水分，既可以帮助调理腹泻，也能软化粪便，缓解便秘。简单来说，熟苹果对肠胃的调理作用比生吃更温和有效，无论是拉肚子还是便秘，都可以从中受益。此外，加热并不会破坏苹果中的主要营养，像钾元素、纤维这些耐热成分几乎毫无损失，甚至苹果中隐藏的多酚抗氧化物还会因为细胞壁被破坏而释放更多出来。我们常见切开的苹果一会儿就变色，那是因为多酚被氧化了，而熟苹果颜色变深但不会发黑，就是因为多酚没有被酵素耗掉，反而更多的保存了下来。
苹果本身维生素 C 含量就不高，加热损失微乎其微，所以不用担心熟苹果营养打折扣。相反，你得到的是一碗暖乎乎、香甜软糯的苹果泥或者苹果汤，对身体更友好。特别是有几类人，熟苹果对他们而言格外有益。肠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适合吃温热柔软的熟苹果来养胃助消化，而且不刺激肠道。免疫力低下、身体虚弱的人吃熟苹果安全卫生又易吸收，可以补充维生素、天然糖分和多种抗氧化物质来增强体质。晚上容易失眠的人，不妨在睡前吃点炖苹果，或者喝碗苹果煮水。苹果的清香和温热的甜味有助放松神经，帮助入睡。至于牙口差、消化功能退化的高龄长者，熟苹果软烂好嚼，又富含营养，对他们来说是比补药还有效的日常滋养。现代医学研究也在为苹果背书。一项针对高血压患者的调查发现，每周吃3到6颗苹果的人，比几乎不吃苹果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低了近40%。虽然这只是相关性观察，但也从侧面印证了苹果对人体的多方面好处。另外，民间常用苹果搭配红枣、百合煮汤来安神助眠，就是利用苹果的芬芳和营养来舒缓神经。可见，小小一颗熟苹果对健康的注意还真不少。接下来看看香蕉。许多人习惯早上剥根香蕉当水果，生香蕉清凉香甜，但对有些人来说过于生冷。其实香蕉煮熟后别有一番风味和功效。首先，香蕉富含钾元素，对控制血压有益，生吃已经能补钾，熟吃则更加温和不刺激。对于某些畏寒怕凉、脾胃虚寒的人，生冷的香蕉可能让胃不适，而烤香蕉、蒸香蕉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加热后的香蕉香气更浓郁，纤维软化，更容易消化，同时钾离子依然在，帮助身体排多余的钠，对高血压和心脏健康依然有益。更有意思的是，香蕉皮中含有丰富的镁和钾，这2种微量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能够镇定神经，起到安眠的作用。民间流传着一个助眠的小偏方，把带皮的香蕉煮水，再加一点肉桂调味，睡前喝上一杯香蕉茶，有助一夜好眠。原理就在于加热释放出香蕉皮里的镁和微量的色氨酸，配合香蕉本身的香甜，让人放松。对于睡眠不佳、精神紧张的人来说，煮香蕉水不失为一个天然的安眠助力。此外，熟香蕉软滑甜蜜，对肠道也很友好。许多小朋友不爱吃水果，但对暖烘烘的蜂蜜烤香蕉却来者不拒，这也是父母偷偷让孩子补充营养的小窍门。总的来说，熟吃香蕉保留了营养，又额外增添了温暖疗愈的效果，让更多人能享受香蕉的好处。有趣的是，香蕉还被称为快乐水果，因为它含有色氨酸等物质，能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让人心情愉悦，缓解压力。所以心情郁闷时，吃根热香蕉或许能带来些许好心情。在肠道健康方面，熟香蕉同样表现优异。香蕉中的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帮助排便顺畅，而其中的果寡糖是有益菌的食粮，能促进肠道菌群平衡，提高免疫力。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香蕉都能给你温暖的支持。第3位登场的是梨子。提到煮水果，许多人立刻想到冰糖炖梨这道古法甜汤。秋冬干燥的时节，一碗清润的炖梨下肚，嗓子眼像被滋润了一样舒服。梨子在中医看来属凉性，生吃有清热作用，但对脾胃虚寒的人不友好。而经过蒸煮后的梨，性质变温，对胃肠的刺激减小，却依然保留润肺止咳的功效。熟梨富含水分和可溶性纤维，吃下去能滋润喉咙，缓解干咳。难怪从古至今，人们感冒咳嗽时总爱拿梨子来煮汤或蒸着吃。从营养角度看，梨子的维生素 C 含量不算太高，煮一下损失不大，而其中的果糖和有机酸释放出来，配合温热的汤水，能起到生津止渴、清热润燥的作用。
对于经常抽烟或讲话多、喉咙容易干痒的人，喝点炖梨汤是极好的保养。尤其是小孩子和老年人，他们喉咙不适却不适合吃太多药时，煮熟的梨子汤就成了温和有效的食疗。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担心煮梨要加很多冰糖，其实梨子本身煮出来就很甜，冰糖只是辅助润肺，也可以少放。这样熬出的梨汤既保留了梨的营养，又避免摄入过多糖分，更健康。其实早在古代，梨子的药用价值就被赞誉有加，人们会将梨熬煮成浓浓的梨膏，用于治疗咳嗽、滋养肺阴。直到今天，秋梨膏仍是秋冬季节养生的常用食品，可见梨的润肺功效早已深入人心。当然，梨子性偏凉，煮熟后虽然温和许多，但脾胃特别虚寒的人也不宜一次吃过量，适量食用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好处。说完传统的梨汤，我们再来看看蓝莓。蓝莓因富含花青素而有小蓝药丸的美誉，对视力保健和抗氧化有突出贡献。平时我们多是生吃或打成果汁、果昔，其实蓝莓也可以煮着吃。蓝莓的花青素其实相当稳定，短时间加热并不会严重破坏其抗氧化活性。很多人担心熬成果酱会不会让营养流失，其实只要不是长时间高温煮沸，蓝莓的大部分多酚和维生素都还能保存下来，甚至因为加热软化了果肉，部分抗氧化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觉得生蓝莓太酸的人，煮一煮会让甜味更加突出，酸涩感减弱，口感更佳。比如将蓝莓稍微加热后抹面包，营养不减反增。很多孩子不喜欢吃生的蓝莓，但是看到紫色的蓝莓酱淋在松饼上，往往食指大动。在享用美味的同时，眼睛、大脑和心血管都在偷偷获益。对需要保护视力的上班族、用脑多的学生族来说，适当吃些煮过的蓝莓制品不失为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有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蓝莓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延缓大脑老化，对中老年人的脑部健康很有益处。蓝莓中的花青素还能保护眼睛视网膜，减轻用眼疲劳。传说二战时期，英国飞行员执行夜间任务前会吃蓝莓酱饼，希望借此增强夜视能力。虽然这故事真伪难考，但蓝莓护眼的作用倒是实实在在的。再来说说番茄，很多人忘了，番茄其实也是水果，而且是特别适合熟吃的水果。举个例子，同样一颗番茄，生吃只能吸收到少量的茄红素，而把它熬成酱、炒熟或炖汤后，茄红素的释放量成倍增加。茄红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质，对保护心血管、降低坏胆固醇、预防某些癌症，例如前列腺癌都有帮助。经过加热处理后的番茄，不但茄红素吸收率大增，番茄红了，营养价值也跟着提高了。传统中餐里，番茄炒蛋是家喻户晓的营养搭配，蛋白质加上熟番茄中的茄红素，对青少年成长和成年人的心脏健康都十分有益。而在西方饮食中，意大利红酱、番茄汤等也是健康菜色，经常吃番茄制品的人，心脏病风险相对更低。需要注意的是，番茄维生素 C 含量中等，经烹煮会损失一部分，但整体而言，熟番茄提供的茄红素等好处远远盖过那点维生素 C 损失。若想最大程度保留营养，可以在烹调时采用短时间加热、少量水的方式，或者利用微波炉快速加热，减少汁液流失。不妨养成习惯，每周给自己做几次番茄料理。对男性而言，多吃熟番茄有助保护前列腺；对女性来说，熟番茄中的茄红素有助抗氧化、美容养颜；对中老年人而言，熟番茄更是维护脑血管健康的佳品。小小一颗番茄，煮熟后蕴藏的健康能量可一点也不小。对了，番茄和油脂一起烹调会更有效地释放茄红素。如果用少许橄榄油来炒番茄或制作酱汁，茄红素的吸收率将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番茄炒蛋被称作黄金组合，营养加倍。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热带水果木瓜。木瓜鲜艳的橙红色泽预示着它富含类胡萝卜素，这可是一种对眼睛、
皮肤都很友善的营养物质。生吃木瓜清凉爽口，不过把木瓜煮熟，更能释放出其中的维生素 A， 原也就是胡萝卜素，让身体更容易吸收利用。很多人听过产后喝木瓜鱼汤催奶的说法，木瓜煮熟后与蛋白质同煮，营养更加丰富，尤其适合产后体虚需要补充营养的新手妈妈。一碗热乎乎的木瓜花生猪脚汤，既有木瓜的维生素和酶分解产生的营养，又有猪脚的胶质，难怪被视为滋补圣品。对于普通人来说，熟木瓜也是不错的保健水果。首先，木瓜加热后果肉软烂，连老人和小孩都能轻松咀嚼吞咽，营养好吸收。其次，木瓜中的维生素 C 和酶虽然怕热有所损失，但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和一些特殊的抗氧化成分，如番木瓜苷，在加热后依然保持活性。这意味着熟木瓜依然可以提供抗氧化、提升免疫的作用，并且更易消化。木瓜还有一个小秘密，熟木瓜的口感更为香甜绵软。许多人本来不喜欢木瓜的青涩味道，但尝过煮木瓜或木瓜牛奶炖盅后就爱上了。对于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木瓜炖银耳或牛奶是一道开胃又养颜的点心。当然啦，木瓜不必过度烹煮，加热至软熟即可，才能兼顾口感与营养。木瓜之所以被称为热带果王，不仅因为它的维生素丰富，还因为它含有一种特殊的木瓜酶。这种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所以民间有用木瓜来腌肉、煮汤、软化食物的做法。虽然高温会破坏木瓜酶，但煮熟的木瓜依然容易消化，因为果肉纤维已被软化分解。值得一提的是，木瓜也含有和番茄相似的茄红素成分，熟木瓜的抗氧化作用在某些研究中表现出色，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起到抗炎抗癌的潜在效果。聊了这么多，很多人可能会问，水果要怎么煮才能既好吃又最大程度保留营养呢？其实煮水果的方法很多，包括水煮、清蒸、烘烤，甚至微波加热，每种方式都有巧妙之处。一般来说，加热时间越短，温度越适中，营养素保存得越好。比如蒸或微波加热，由于所需时间短，水分流失少，维生素 C 和多酚等损失就比较小。相反，长时间煮或炖可能让一部分水溶性维生素跑到汤汁里，不过只要你把汤汁一起喝掉，也等于把营养喝下去了，所以影响倒不大。蒸和微波很适合处理苹果、梨这类带皮的水果，几分钟就能让它们变得温热多汁。烘烤则适合香蕉、苹果这样的水果片，能烤出浓郁的香甜味。不管用哪种方式，加热水果都不宜时间过长，基本上水果变软，香味飘出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诀窍，如果担心维生素流失，可以先把水果切成较大的块再煮，减少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或者在煮时加盖，减少氧化。当然，不同水果也有不同特性，高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奇异果、橙子，还是生吃更划算。而像我们提到的苹果、番茄这些，熟吃更能发挥优势。最后，我们再来澄清两个常见的疑问。很多人关心，煮过的水果糖分会变高吗？其实，水果加热后尝起来更甜，是因为部分淀粉和长链碳水被分解成了单糖，甜味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糖含量增加，只是形式转变，没有额外多出一时糖，只不过是原本水果里的糖更容易被味蕾感觉到而已。所以适量吃熟水果不会比生吃摄入更多卡路里。然而要注意，因为熟水果软糯好入口，可能一不小心吃的比生水果更多，还是要控制好分量哦。也有人担心加热会不会破坏维生素，让水果失去营养。确实，高温会破坏一部分热敏感的营养，例如维生素 C， 但很多适合熟吃的水果本身维生素 C 含量就不高，如苹果、梨等，即使损失一些也影响不大。而它们的矿物质、膳食纤维和大部分抗氧化物质在短时间加热下基本不受影响，有的反而更容易吸收。换句话说，熟吃这些水果
营养并没有大打折扣，只是少了部分维生素 C， 却换来了其他成分吸收率的提升。至于像奇异果、草莓那样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还是生吃最好。我们需要灵活运用不同水果的特性，才能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水果生吃也好，熟吃也罢，目的都是为了吸收其中的营养，增进健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煮过的水果并非营养流失，反而可能营养翻倍，效果升级。这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养生的方法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在于了解食材的特性，灵活运用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许多智慧，正在被现代科学一一证实。我们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大胆尝试，生熟搭配，取长补短。身体虚寒时，就将水果煮熟了吃，温补脾胃；需要补充维生素 C 时，就咬一口新鲜多汁的水果，清爽解渴。最终，健康饮食是一门平衡的艺术。愿我们都能善用生活中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技巧，让一日三餐更丰富多彩，也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健。下一次面对那鲜红的苹果、金黄的香蕉或者水灵灵的番茄，不妨想一想，是否该给它们来一次暖心的烹调呢？说不定煮出来的不只是美味，还有健康与活力的新惊喜。其实，这故事也给了我们生活上的启示，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习惯，都可以尝试跳出框架，灵活变通。健康如此，人生亦然。有时勇于打破常规，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煮熟的水果突破我们的刻板印象，换来了更丰富的滋味与营养。